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过了60岁，很多人一照镜子，发现脸上的老人斑、深眼纹像雨后的杂草一样，怎么挡都挡不住。为了去皱祛斑，大家开始拼命吃猪蹄、炖花椒，买昂贵的胶原蛋白。但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太平山顶富豪圈里那些年过7、8旬的商界巨头，不仅精神斑显，脸上更是干干净净，极少有那种极度松弛和暗沉的斑块？难道金钱真的能买来青春？或者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每天把燕窝鲍鱼当饭吃？事实恰恰相反，顶尖富豪背后的私人医疗团队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60岁以后，普通人抗老靠猛补，而富豪抗老靠的是系统。今天我们将为您揭开香港富豪圈不外传的抗老底牌，决定您脸上长不长斑、垮不垮脸的，其实根本不是你吃进去了多少胶原蛋白，而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3个字：促合成。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们将为您彻底拆解富豪私人医生的抗老铁律，补胶原加促合成加抗氧化3管齐下。我们会揭秘为什么您越吃猪蹄可能老得越快，还会为您推荐连李先生等商界巨头都在日常食用的平民养颜圣品玉竹。即使您不去高级疗养院，也能用普通菜市场的食材养出干净紧致的好气色。在探讨具体的食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真正的顶级富豪是如何面对衰老的。以香港首富李先生为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横跨半个地球的商业帝国缔造者，生活中有着极其严苛的克俭底色。他戴着几十年前的旧手表，穿着最简单的深色西装。在他的餐桌上，你看不到顿顿海参、花椒的铺张，更多的是清淡的应季蔬菜和一碗温润的广式靓汤。他的私人医生曾透露过一个反常识的理念：所有的山珍海味，如果身体吸收不了，那就不叫营养，叫毒药。做生意，李先生讲究危机前置，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而在健康管理上，他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他不追求在脸上动刀打针的短期效益，而是极其看重身体内部这台发动机的长期保养。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同样是过了60岁，普通人会经历断崖式的衰老，而有些长者却能把岁月熬成醇酒？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在60岁这道坎上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很多长者一看到皱纹和脸颊凹陷，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补胶原蛋白。于是大量的油腻的猪蹄浓汤被端上了饭桌，但结果呢，不仅脸没膨润起来，反而吃出了高血脂，甚至脸上的斑块越来越深。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忽略了长者身体里最重要的一个器官——脾胃。脾胃相当于人体营养的物流运输车队。60岁长者的车队引擎已经老化了。当你把大量难消化、高脂肪的胶原蛋白，比如猪蹄，强行塞进车厢时，脾胃根本运不动。这些运不走的营养就会在体内腐烂发酵。在中医看来，这就叫脾湿健运、聚湿生痰。在现代医学看来，这些无法被代谢的过剩物质会在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它就是让苹果切开后变黄发黑的元凶。当这些自由基和毒素顺着血液浮到皮肤表面，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黑色素大量沉积，您脸上的老人斑、黄褐斑就这样形成了。所以私人医生给出的抗衰铁律是抗老祛斑的第一步，永远不是盲目填压，而是先修复你的合成能力，也就是你的脾胃和津液循环。脾胃就像是树的根，根如果烂了，你在树叶上涂再多的化肥，抹再贵的护肤品，都无济于事。
听到这里，您不妨回想一下自己或者家里的老伴儿，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越虚越补、越补越长斑的怪圈？您平时为了去皱，都喜欢吃些什么？欢迎把您的经历或者疑问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也许您的疑惑正是很多同龄人的痛点。既然盲目吃猪蹄行不通，那真正懂行的富豪们到底在吃什么？在下一章，我们将首次公开私人医生的抗老食材红黑榜。您一直以为大补的某样传统食材，其实饱受争议，而另一位菜市场里10几块钱就能买到的平民草本，却被医学界证实能像内服玻尿酸一样直接促进胶原蛋白生长。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下一章见。私人医生们深知，过了60岁，人体的消化系统就像一台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爷车，营养如果无法被身体接纳，就不叫补品，而是负担。很多长者为了淡化老人斑，抚平脸上的皱纹，不惜花重金购买所谓的大补之物。但在私人医生的眼里，许多被大众神化的食材其实性价比极低，而一些被老百姓低估的平民草本，反而是真正的抗老黄金。今天我们就来翻开这份秘而不宣的红黑榜，看看您家厨房里的食材究竟是抗老的帮手，还是加速衰老的推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2款在港台地区备受推崇，但在私人医生红黑榜上却处于争议区的食材——燕窝与猪蹄。提到燕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贵妇专属抗老神药。每逢过节，许多长者的儿女也会买来上好的燕窝孝敬父母。现代医学确实证实，燕窝中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蛋白和唾液酸。对于肺胃阴虚、常常觉得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起皮的长者来说，它是一剂极好的滋润良方。但是打破常识的真相来了，燕窝本身并不能直接为您补充胶原蛋白，它更像是一个后勤部长，为您身体合成胶原蛋白提供一些氨基酸原料，起到辅助滋润的作用。如果您指望单靠吃燕窝来填平脸上的深沟，去除顽固的老年斑，那很可能是花了冤枉钱。此外，对于有糖尿病的长者，比如部分燕窝含糖量高，或者正在感冒发烧、对蛋白质过敏的长者，盲目进补燕窝反而会适得其反。接下来是传统观念里的胶原大户——猪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猪蹄确实是滋补圣品。炖得软烂的猪蹄能转化为明胶，帮助皮肤改善储水功能。但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猪蹄绝对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猪蹄里那些大分子的胶原蛋白，就像是未经打磨的粗壮原木。年轻人的脾胃像是一把锋利的电锯，能轻松将其切碎吸收，但长者的脾胃却像是一把生锈的钝斧，根本劈不开这些原木。更致命的是，猪蹄中含有极高的饱和脂肪，长者吃多了，不仅脸上的胶原蛋白没补进去，反而增加了肠胃的负担，导致腹胀，甚至引起血脂飙升、血管硬化。吃进去的是胶原蛋白，留在血管里的却是脂肪，这是很多长者越补越虚弱的根本原因。医疗团队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您真的想解馋，猪蹄每周最多吃1次，每次2-3小块即可，并且一定要搭配白萝卜、海带等化痰解腻的食材一起炖煮。既然昂贵的燕窝性价比不高，猪蹄又容易伤脾胃，那富豪们日常到底吃什么来维持紧致干净的肌肤呢？答案可能出乎您的意料。在私人医生的红榜第1名，是一位在香港菜市场10几块钱就能买到极其不起眼的平民草本玉竹。很多长者煲汤时喜欢放一点玉竹，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它的威力。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对玉竹有着极高的评价。
久服去面黑飞好颜色。翻译成白话就是长期食用能去除脸上的黑斑，让人气色红润。现代医学和营养学更是为这句古语找到了坚实的科学依据。首先，玉竹不是给身体强行塞入胶原蛋白，而是扮演了促合成的终极角色。研究证实，玉竹中富含的玉竹多糖能够直接激活人体内的细胞，促进 I 型胶原蛋白的自主生成。这就好比它不是给干涸的水池倒水，而是帮您修好了水池底部的泉眼，让胶原蛋白源源不断地自己涌出来。其次，玉竹含有一种独特的粘液质，这种粘液质进入人体后，就像是内服的玻尿酸，能在细胞表面形成一层锁水膜，改善长者常见的皮肤干裂、粗糙问题。最重要的是，玉竹中丰富的黄酮类物质是一把对抗自由基的利剑，它能深入基底，抑制黑色素的形成，从而从根本上淡化令人头疼的老年斑和黄褐斑。做生意讲究极高的投入产出比，养生同样如此。与燕窝的昂贵、猪蹄的油腻相比，玉竹性平，不寒不燥，极其温和。它不仅能滋阴润燥、美容养颜，还能辅助降低血糖和血脂，对患有三高的长者特别友好。它是真正经得起岁月检验，适合长者长期食用的底牌食材。李先生曾经说过，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对待身体亦是如此，我们不能等到脸上的斑块已经成片，皱纹已经深如沟壑时，才想起来用猛药去补救。真正的养生是润物细无声的长远布局，选对食材比盲目花钱更重要。认清了燕窝的局限，警惕了猪蹄的风险，掌握了玉竹的智慧，您在抗老这条路上就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同龄人。在香港的半山豪宅区，或者台北的阳明山别墅里，每天清晨最先忙碌起来的，往往不是西式咖啡机，而是厨房里那口冒着热气的紫砂炖盅。李先生等老一辈商界巨头极度笃信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智慧，他们的私人营养师深知，再顶级的抗老理念，如果不落地为一日三餐，就是空中楼阁。既然上一章我们已经明确了玉竹是平民养颜圣品，燕窝需理性看待，猪蹄要克制食用的红黑榜，那么这些富豪家族到底是如何将这些食材进行科学搭配，从而发挥出最大抗老功效的呢？今天我们将为您毫无保留地公开4款在港台家族中世代相传的抗老黄金食谱，不需要昂贵的私人厨师，您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就能完美复刻。第一款是专门针对60岁以后面部肌肤松垮、法令纹加深的长者设计的王牌炖品——沙参与竹花椒炖鸡脚。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猪蹄虽然含有胶原蛋白，但因为饱和脂肪太高，容易导致长者血脂升高。那么富豪们用什么来替代猪蹄呢？答案是花椒，也就是鱼胶。花椒的胶原蛋白含量高达85%以上，更关键的是，它几乎是零脂肪、无胆固醇。对于消化功能减弱的长者来说，它是最完美的动物胶原来源。准备花椒15克、鸡脚4只、沙参10克、玉竹12克、红枣3颗、生姜2片。这里的核心技巧在于花椒的处理，必须先加姜片蒸10分钟，然后用冰水浸泡24小时，这样才能彻底去腥并保持 Q 弹。鸡脚剪去指甲焯水后，将所有材料放入炖盅，隔水炖煮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少许盐即可。为什么一定要加鸡脚和玉竹？鸡脚含有丰富的软骨素，不仅能补充胶原，
还能缓解长者的关节酸软，而玉竹和沙参的加入，则是为了滋阴润肤。动物胶原蛋白负责构建砖块，玉竹负责促进吸收，双管齐下，能有效改善皮肤松弛。建议有抗皱需求的长者每周食用1到2次。第二款，被香港太太们戏称为平民版燕窝的淡斑润燥日常款，玉竹银耳百合莲子羹。如果您的皮肤经常干燥起皮、暗沉，甚至开始出现浅层的色斑，这款甜汤将是您的首选。准备玉竹10克，银耳半朵，干百合15克，莲子10克，少许冰糖。将银耳泡发后，撕成极其细碎的小朵。这一步是快速出胶的关键。银耳先下锅，小火慢炖40分钟，直到汤汁变得粘稠拉丝，然后再加入洗净的玉竹、百合和莲子，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加入少许冰糖调味。这款羹汤的灵魂在于植物胶质，银耳中富含的植物胶质和微量元素硒，能在肠道和肌肤深层牢牢锁住水分。百合润肺，莲子宁心，再加上玉竹直接促进胶原蛋白合成，这重搭配能极大程度地淡化因缺水而产生的干纹和浅层色斑。每周3到4次，完全可以代替日常的饭后甜品。第三款是偶尔滋补款血豆蹄花汤。对于体质偏虚且血脂完全正常的长者，偶尔吃一次猪蹄解馋滋补其实是可以的，但关键在于解腻。准备猪蹄半只，血豆也就是白芸豆50克，陈皮1片，生姜3片。血豆必须提前浸泡12小时并去皮。猪蹄焯水去毛后，将所有材料放入砂锅，大火烧开后，转最小火慢炖2.5到3个小时，直到汤色发白，猪蹄软烂脱骨。血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有效阻断部分淀粉和脂肪的吸收，而那一小片陈皮则是中医里理气健脾的神仙药引。陈皮中的挥发油不仅能化解猪蹄的肥腻，还能唤醒长者疲惫的脾胃。这样炖出来的猪蹄不仅改善了皮肤的干瘪起皱，还不会给肠胃带来沉重的负担。建议每2周最多1次，且食用时务必搭配大量青菜。第4款，疏肝淡斑茶饮款，玉竹玫瑰红枣茶。很多长者不知道，脸上长斑不仅仅是衰老的问题，在中医看来，更是肝气郁结、气血不畅的表现。如果您平时爱生闷气、睡眠不好、气色发黄，这款茶饮能从根源上为您调理。准备玉竹10克，干玫瑰花5到6朵，去核红枣3颗，将红枣划开小口，和玉竹一起下锅，加水煮15分钟，关火后放入玫瑰花，盖上盖子焖5分钟即可饮用。玫瑰花是疏肝理气的第一花，能把郁结在体内的闷气打散。红枣负责补充气血，玉竹则负责润肤淡斑。肝气顺了，气血通了，脸上的黄气和斑块自然就淡了。建议每天下午温热饮用1杯。总结一下，日常靠玉竹银耳润肤，每周用花椒紧致，偶尔用陈皮血豆炖猪蹄解馋，这就是富豪家族厨房里的核心智慧。但您以为只要掌握了这4款食谱，就掌握了抗老的全部密码吗？私人医生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提醒：如果您在补充胶原蛋白的时候，少吃了一样极其普通的蔬菜，吸收率可能会大打折扣。当一盅浓郁软糯的沙参羽竹炖花椒端上桌时，旁边往往不会配什么名贵的顶级名茶，而是会极其精准地配上一杯鲜榨的奇异果汁，或者一小碟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草西兰花。很多去探望的家属不理解，以为这只是为了给长者解腻，
但私人营养师会告诉您，这绝非随意的搭配，而是抗老抗衰过程中最核心的提效加速器。商界巨头们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资金周转率，而在健康投资上，私人医生最看重的是营养吸收转化率。上一章我们教了大家如何通过花椒、银耳和猪蹄来补充胶原蛋白，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您仅仅只是把这些食材吃进肚子里，而忽略了另外2样极其重要的催化剂，那么您吃下去的胶原蛋白可能有一大半都会白白流失。第一样必备的催化剂是维生素 C。很多长者认为吃猪蹄、炖花椒，胶原蛋白就会直接长在自己的脸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生理学误区。当您吃下花椒后，长者的肠胃会把它拆解成最基础的氨基酸，这就好比您买了一大堆建筑用的砖头堆在工地上，但这些砖头并不会自动变成一堵坚固的墙，要把砖头砌成墙，您需要水泥。在人体肌肤的胶原蛋白合成网络中，维生素 C 就是那不可或缺的水泥。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人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必须有维生素 C 的参与。如果长者体内缺乏维 C， 那么哪怕您每天吃1斤花椒，身体也无法把这些氨基酸重新组装成支撑皮肤弹性的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者明明花了大价钱吃补品，脸上的皮肤依然干瘪松弛的原因。所以私人医生给出的第一条搭配铁律是，在补充花椒和猪蹄等动物胶原蛋白的同时，必须同步摄入高纯度的维生素 C。 在疗养院里，营养师最爱给长者搭配的水果是奇异果和新鲜的冬枣，它们不仅维 C 含量极高，而且糖分相对可控。下次您在家里炖完血豆蹄花汤，不妨在饭后吃半个奇异果，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让您这顿汤的抗老效果成倍增长。如果说补充胶原蛋白和维 C 是在建房子，那么抗氧化就是在给您的房子刷防水涂料。很多长者脸上长出密密麻麻的老年斑，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营养不够，而是因为身体内部发生了氧化。就像一块削了皮的苹果暴露在空气中会发黄变黑一样，长者的肌肤在紫外线照射和自身新陈代谢减缓的双重打击下，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就像是搞破坏的流氓，专门去撕扯您皮肤里的胶原蛋白网，并留下黑褐色的斑块。为了对付这些自由基，富豪的长寿食谱里永远少不了2样便宜但极其强大的蔬菜：西兰花和熟番茄。这可不是普通的蔬菜，在现代营养学界，它们被称为抗氧化之王。首先是西兰花，科学实验证实，西兰花中含有极其丰富的萝卜硫素，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能够激活一种抗氧化防御通路。用通俗的话来说，它能吹响集结号，唤醒长者身体里自带的免疫卫士，主动去消灭那些破坏皮肤的自由基。有临床数据表明，摄入足够的萝卜硫素后，在同样强度的紫外线照射下，皮肤的光老化皱纹能明显减少。其次是番茄，番茄中富含的番茄红素是自然界中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它在淡化老年斑、抑制黑色素沉淀方面有着卓越的功效。但私人医生会特别叮嘱一句：番茄一定要熟吃，并且要带一点点油，因为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只有在加热和油脂的包裹下，它才能从细胞壁里完全释放出来，被长者的肠胃最大程度的吸收。讲到这里，我们那套港台顶级医疗圈的抗老模型终于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补胶原加促合成加抗氧化3管齐下，用花椒提供原料，用玉竹促进合成并滋阴，用奇异果的维 C 作为粘合剂，最后
用西兰花和熟番茄的抗氧化物质筑起防御的城墙。这不是玄学，而是极其精密严谨的医学逻辑。真正高级的养生，绝不是盲目追求价格昂贵的单一补品，而是通过科学的组合，让平民食材在您的身体里产生1+1大于2的化学反应。李先生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他不懂方法，而是因为他缺少常年如一日的克制。在财富管理上，他恪守着绝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纪律；而在身体管理上，这些顶尖的商界巨子们同样有着极其严苛的底线。很多长者抱怨，自己明明照着食谱每周炖玉竹、吃花椒，为什么脸上的斑还是越来越多，皱纹还是越来越深？答案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一边在进补，另一边却在疯狂的漏水。今天我们将为您揭开这套抗老体系的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富豪们雷打不动的3道纪律防线。如果不守住这3道防线，您吃下去的再多胶原蛋白，最终也只是穿肠而过。第一道防线，防晒纪律。很多过了60岁的长者，对防晒这2个字是不屑一顾的。在他们的观念里，我都一把年纪了，还怕什么晒黑？晒晒太阳还能补钙呢？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认知误区。私人医生反复强调，长者防晒根本不是为了防黑，而是为了防老、防皱、防斑。现代皮肤科学证实，导致我们皮肤断崖式衰老和长出老年斑的头号外部杀手，绝对不是岁月，而是紫外线。阳光中的长波紫外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当长者毫无防护地走在太阳下时，这些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把无形的微观剪刀，直达皮肤的真皮层，疯狂地剪断您好不容易通过吃花椒、猪蹄补充进来的胶原蛋白网。不仅如此，紫外线还会强行激活皮肤底层的黑色素细胞，让它们大量分泌黑色素来保护皮肤，最终在您的脸上凝结成一块块深褐色的老年斑。因此，富豪圈的抗老铁律是：阻断伤害永远大于事后弥补。在高级疗养院，不管长者是去花园散步还是打高尔夫，帽子、墨镜和防晒衣是绝对的标配。对于普通长者而言，与其花大价钱去买昂贵的除皱霜，不如在出门买菜、散步时老老实实撑起一把防晒伞。记住这句话：一次毫不设防的暴晒，足以毁掉您吃10碗花椒攒下的胶原蛋白。第2道防线，抗糖纪律。如果说紫外线是外部的物理杀手，那么第2道防线要防的就是体内的化学杀手——糖。在港台地区乃至广东沿海，长者们有一个极其普遍的生活习惯，爱喝糖水。一碗浓郁的红豆沙，一盅甜腻的冰糖燕窝，或者是下午茶时的一块精美糕点，仿佛是退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慰藉。然而，私人营养师对这些过量游离糖的警惕程度，甚至超过了肥肉。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医学界公认的衰老加速器——糖化反应。什么是糖化反应？打个最通俗的比方，您把一块柔软的面包放进烤箱，撒上糖，高温烘烤后，面包会变得焦黄酥脆，一碰就掉渣。在您的身体里，当血液中摄入了过多的糖分，这些消耗不掉的糖就会像游魂一样死死地粘附在您皮肤的胶原蛋白上。被糖包裹住的胶原蛋白会失去原有的弹性，变得像烤焦的面包一样发黄、变脆、变硬。反映在长者的脸上，就是皮肤失去光泽，呈现出一种暗黄干瘪的状态。原本细小的干纹也会迅速加深，变成真性皱纹。很多时候，我们说的黄脸婆其实是糖脸婆。因此，想要守住脸上的青春，就必须学会减糖。但这并不意味着
让长者彻底告别甜味。私人医生建议的剂率是用水果的天然果糖去替代白糖和冰糖，比如在炖煮玉竹银耳汤时不放冰糖，而是放2颗无花果或者半个雪梨来提甜味，用天然的克制换取长久的紧致。第3道防线，心态纪律。最后一道防线，超越了物质的范畴，回到了人本身的心态。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反复提及补脾胃是抗老祛斑的核心。但您知道什么最伤脾胃吗？中医常说思虑伤脾，暴怒伤肝。长期的焦虑、生闷气、操心儿女的琐事，会让长者肝气郁结。肝木克脾土，肝气不顺，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彻底罢工。李先生在商海沉浮70载，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与动荡，但他始终保持着流水般的平静，因为他知道情绪的大起大落是对身体机能最严重的透支。最高级的养生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把心胸打开，气血通畅了，脸上的斑自然就淡了。到这里，我们为您深度拆解的富豪抗老底牌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做最后一次极简的梳理，请您务必记在心里，在食材的选择上，请遵循这个优先级，日常多吃平价安全的玉竹和银耳来润肤促合成，每周吃1、2次低脂的花椒来补充核心胶原，偶尔吃1次解腻去油的猪蹄来解馋滋补。在此基础上，搭配奇异果和西兰花补充维 C 与抗氧化物，出门打伞防晒，日常坚决减糖，并保持一颗平和通达的心。这不仅仅是一套饮食指南，更是一种充满长期主义智慧的生活方式。健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复利效应往往在60岁之后才会彻底显现。今天的视频希望能帮您彻底解开多年的养生误区。如果您身边也有正为皮肤松弛、长斑而焦虑的老伴儿和老朋友，请务必将这支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或朋友圈里。也许您一次不经意的分享，就能帮他们避开盲目进补的陷阱，省下大笔买名贵补品的冤枉钱，更能收获一份科学长久的安心。这里是嘉诚养生道，我们将持续为您拆解最接地气、最实用的长寿智慧。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在屏幕下方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把健康当作人生中最好、最稳健的一笔投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